我是一个工薪收藏，最不克制的一个行为就是卖房子，在08年前卖的，亏了上千万。在复旦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租房子住的。我是四川人，以前在南开、复旦都教过书。大概50岁的时候，我选择搬回成都。这个房子是一个跃层，不到200平，装修的时候没花多少钱。地板呢，其实还是挺有来历的。四川这边有一个很老的学校，这个学校应该有100年了。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跑过去把这个房子收购了，开料、爆平，用完以后越来越带着一种光泽。地毯会有哈萨克斯坦，有伊朗那边的，土耳其那边4大地毯之一的藏毯。1楼呢，主要是一个会客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家也有一点像一个住家朋友的一个会客厅吧。基本上每年把一些老朋友都聚起来喝酒唱歌，大家还会有 cosplay 这种。这一件就在我们1楼，他画这幅画，他很投入，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的。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对他有一点点经济上的一些扶持吧。我是应该算有一物癖，它其实是你的生活的一个积淀。差不多100幅画，这个屋子里面布了啊。洗手间这些我都喜欢挂一些，墙上的画呢也会根据季节去换。它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习惯，其实它有点像换衣服，也是一种放松，也是一种美育的一个路径。其实在家里面你应该既有一些中古的东西，又有一些当下的。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这个小的雕塑的石像，非洲的木雕，宗教的雕塑，大概有300多年，我们家最老的一个东西了，是一个叫圆空的和尚，他发愿要做12万尊这种小小的佛。艺术品摆件的这个呈现，我自己也是慢慢在探索。一件东西的话，它力量是不够的，应该有一个堆砌。我做收藏，我是做穷帮穷，差不多30年了。最早买毕业生的创作，是因为钱不够，差不多大半个月的工资吧，还是要有牙的。那一次跟坤坤见面，他毕业才2年，是在很远的一个地方住了一个宿舍。我是人际交往很不的，去到他那个屋子以后，为了我们去，他新买了一个桌布，然后买了特别高级的水果。后来坤坤他才告诉我说，当时他们可能买画笔都没有钱了。你才知道哦，你的这个无意识的这一次行为，有可能是帮助他走下去。所以后来我就更加有意识的去买，是让这些在困顿之中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推他们一把。后来我的那个收藏行为，他们也看到了嘛，来采访。做了一个小的专题，就是平民收藏家，世界上那个很知名的2个人，龚金大夫，邮政夫妇，我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比的。我的自信是从这个事情开始建立。一个问题就是艺术会上瘾，尤其最痛的我倒不是房子，我最痛的是我后来我拿不起了嘛，突然他就拍卖就到了上千万。很多人都说我这个，你是盲子，老子打铁了。我真的是一个反收藏的人，并不是去看重这个收藏之后它能够带来多大的财富啊，我看重的是前面这一段发现的这个价值。彩屋它变成我的收藏的一个扩散。我现在的这个都还是在买年轻人。我待了3个大学，那明年我就退休。最大的获得感就是克服了我的自卑。尽管我从所谓客观成功，我30多岁就拿了教授，因为我写那些文章没有帮到任何人，我觉得我没有实现感。你那些劳动没有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东西。做了这个艺术这个以后，帮助了一些艺术家，我的同伴就对了，我看的风景也对了，甚至我自己也开了一个小马车在前面走。